一家上市首日暴涨470%，市值瞬间碾压宇宙第一大行的芯片巨头，究竟是科技崛起的曙光，还是12万亿造芯大跃进催生出的超级泡沫？当光刻机国家队的真实底牌被掀开，当明星 AI 企业内部的绝望录音意外泄露，中国引以为傲的国产算力遮羞布被无情扯下。今天，我们将拨开资本狂欢的迷雾，带您看透究竟是谁在真正掐断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脉。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回到大时局，我是小华。7月27日，中国 A 股市场发生了一件让无数股民血脉奔张的大事。中国存储芯片制造龙头企业长芯科技在上市首日交易中，股价直接飙升了约470%。这只股票的开盘价冲到了49.5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它8.66元的发行价，最后收盘定格在49元。这一涨直接把长芯科技的市值推高到了4800多亿美元，迅速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值最高的公司。大家要知道，这远远超过了中国工商银行大约3850亿美元的市值。一家成立没几年的科技公司，市值把宇宙第一大行都给碾压了。在这场资本的狂欢中，有人高呼中国芯片的春天来了，有人以为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这场造富神话和科技大跃进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习近平的一场豪赌，以及无数被当成代价的普通人。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封锁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越收越紧。这真的是因为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吗？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中共科技国家队的背后，看看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真正毒瘤到底是什么。咱们先接着长芯科技暴涨的话题往下说。长芯科技此前已经完成了今年亚洲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2周前它的估值就已经超过了850亿美元。这种亮眼的开局，偏偏是出现在全球市场波动、近期科技股遭遇抛售的大背景下。美股圈子里现在流传着这么一段充满讽刺意味的话：买了点 SpaceX， 中国回收火箭就成功了；抄了点存储，长芯上市就吸血了；梭哈的芯片、光刻机就被爆要造出来了。有分析就指出，近期国际股市存储板块重挫，光刻机、AI 相关的企业股票都在下跌，比如闪迪之前涨了858%，西部数据涨了7倍以上，这些企业股价回调下挫是正常的市场规律。而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虽然号称有突破，但跟马斯克的 SpaceX 相比，那还差的10万8千里。长芯科技的背后其实是习近平近年来大力推崇的所谓合肥模式。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南海的习近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家。他投入重金赌中国经济能够转型为高科技强国，把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到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领域。中共政府甚至还支持电池、无人机乃至飞行汽车制造商。截至2024年底，中共已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等2000多个国家支持的投资载体，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长芯存储被认为是习近平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笔投资。这家公司在2016年由政府参与创立，是典型的合肥模式产物。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在战略科技企业的早期阶段直接下场成为股权投资伙伴。长芯目前是合肥市大力支持的产业，政府的股票占有率高达36%，而且搞了整整10年。股价暴涨，表面上看合肥政府发达了，但实际上这笔巨额的纸面财富面临着一个致命的紧箍咒：合肥政府在3年内不准卖这只股票。远水解不了近渴，3年后这股票还能值多少钱，谁也说不准。有网友表示，破产的长春，虚胖的合肥，这2个省会这2天火了。长春几乎是用大白话昭告天下，这个曾经的满洲国首都被共产党给弄破产了。而合肥突然的纸面暴富，是因为10年前当地国资委对长芯科技的投资，但切莫高兴得太早，他要3年后才能减持。更讽刺的是，当年拍板长芯这个项目的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后来因为受贿1.27亿元人民币，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和内部员工来说，这场造富梦醒得更快。今年炒存储股，实质上炒的是存储商品的价格预期。商品价格不可能永远维持在高位，一旦扩产或者需求减少，价格立马就会崩盘。当前 A 股存储板块的泡沫已经太大了。X 平台上广泛流传着网民的爆料，有人哭诉天塌了，昨天还喜笑颜开，以为自己成了亿万富翁，今天得知内情才发现早已一无所有。据说安徽多家持有长芯科技原始股票的公司，这2天去查账时才震惊地发现，存放的原始股早就被私下低价转让出去了。权贵资本早就套现离场，留下的只有被锁死的接盘侠和一地鸡毛。除了存储芯片，
中共在光刻机领域也是动作频频，试图打破美国的封锁。路透社最新披露，一家成立还不到3年的中共国有企业已经开始量产中国自主研发的浸润式 DUV 光刻机。根据官方公开的资料，这家名为上海爱生纳的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注册资本高达70亿元人民币。它背后的金主是上海电气控股集团以及上海国际信托旗下的企业，清一色的国资背景。这里面的疑点实在太多了。一家成立不到3年的企业，为什么一出手就能拿到70亿元？为什么连个官方网站都没有？为什么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信息，却能突然承担中国最敏感、最重要的国家级科技工程？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有消息人士爆料，爱生纳根本不是一家普通的企业，而是专门为了突破美国科技封锁而成立的国家队。它几乎把中国最顶尖的光刻机研发力量全部整合到了一起，包括上海微电子装备的相关人才，以及光刻机新创公司宇亮生的研发团队。说白了，这就是一个资源整合平台，把原本分散在各个企业、研究机构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强行捏合在一起，集中攻关。这非常符合中共近年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发展逻辑。但是，科学规律是靠行政命令就能打破的吗？按照中共的计划，这家集结了全国之力的公司，今年大概只能制造约5台光刻机，到2027年希望能提升到约20台。我们来横向对比一下，荷兰的行业巨头 ASML 年产量是131台，市占率高达 98.7%。中共在这个领域试图实现从0到1的突破，但残酷的现实是，中国产的光刻机根本无法实现大规模量产。在芯片这种需要极高良品率和规模效应的产业里，无法量产的设备，充其量只是实验室里的昂贵玩具，根本无法支撑起整个产业链的独立自主。如果说光刻机是硬件上的痛点，那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是软件和算力上的修罗场。最近，中国明星 AI 企业 DeepSeek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据《金融时报》7月14日报道，DeepSeek 在今年6月才刚刚完成首轮融资，募资总额高达500亿元人民币，融资后的估值达到了惊人的500亿美元。这家公司的背景可谓极其豪华。在首轮融资中，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就出资了200亿元人民币，腾讯控股和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分别出资100亿元和50亿元，成为最大的外部股东。京东、网易和 IDG 资本各出资30亿元，连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也下场出资了10亿元。仅仅过了几周， DeepSeek 就启动了第2轮融资谈判，如果达成，估值将飙升到约710亿美元，较首轮大涨 37%。 彭博社甚至披露，DeepSeek 已经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最快今年就提交申请。看着这些天文数字，很多人以为中国的 AI 已经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了。然而，网络上流传出的一段梁文峰在投资人交流会上的讲话录音，却将真相残酷地摊开在人们眼前。在这段录音中，梁文峰罕见地向投资人交了底，他坦诚，相较于美国同行，中国 AI 公司目前只能训练小10倍的模型。梁文峰透露，DeepSeek 目前手里只有大约2万张相当于英伟达 H 系列的等效算力芯片，而且大部分还是近1-2个月才好不容易到货的。他非常直白地说，以目前可怜的算力规模，公司根本无法训练出与美国同行相当的顶尖大模型。他原话说，在现在最大的模型上，我们其实是训练不起的。我们哪怕把500亿全部花掉，其实也训不起，哪怕能堆起来也用不起。他给出了一组绝望的数据比对，美国业界最大模型的参数启动规模大约在800亿级，而中国目前最大模型仅仅在数十亿级，两者之间整整差了一个数量级。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梁文峰对被官方捧上天的国产替代芯片华为升腾950的真实评价。华为官方在7月17日首度公开展示了由1024张卡组成的升腾950超节点。当时中银证券还出具报告，吹嘘其性能表现达到了搭载144张卡的英伟达同级 NVL144 系统总算力的 6.7 倍。但梁文峰在内部是怎么说的呢？他说，4张华为卡顶1张英伟达的卡，同时落后2年，4张华为950能顶1张英伟达 GB300。落后2年的意思是，华为950超节点是今年 Q3 还是 Q4 的货，而英伟达 GB200 是2年前 Q3 的货。不仅性能拉胯，产能更是致命伤。梁文峰还提到，华为目前的供给产能极低，只能给他们大概16000张卡的产能，这远低于网际网络大厂动辄10几万张的需求规模。而且这16000张华为950换算下来只相当于4000张英伟达 B 系列卡，量太小，意义不大。既然国产指望不上，那这些 AI 公司靠什么活命？答案是走私和倒买。梁文峰在录音中毫不掩饰地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买一些不合规的卡。所谓的不合规，就是受美国出口管制的高端芯片。实际上，
中国 AI 公司为了续命，正在疯狂盗买美国芯片。就在今年3月，总部位于加州的全球服务器大厂美超微的华裔共同创办人廖一贤与台湾籍中间人孙廷伟被美国逮捕，罪名就是盗卖芯片给中共。今年6月，台湾显卡厂商青云科技也被台湾检方大举搜索，相关高管和业务人员均被收押。这才是中国 AI 产业的真实切面，表面上估值1000亿，拳打脚踢，背地里却只能靠着走私算力，苟延残喘。讲到这里，我们必须退一步，从宏观的时局来看看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中共的官媒天天在电视上控诉，说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说西方在科技上搞小院高墙是为了阻挡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绝对是中共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回想一下，在过去20-30年里，当中国表现出愿意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愿意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世界是如何对待中国的？西方不仅向中国开放了广阔的市场，更是毫无保留地向中国输出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今天中国引以为傲的网际网络产业、制造业基础，哪一个不是在吸收了西方技术和开源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今天美国要不遗余力地在芯片、AI、量子计算等尖端领域彻底封锁中共？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将自己彻底摆在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他们老想着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巩固国内的集权统治，建立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网来压迫本国百姓，并企图用技术窃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弯道超车去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妄图统治世界。科技本身是没有价值观的，但掌握科技的政权有。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一个遵守规则的医生手里是救死扶伤的工具，但如果落入一个毫无底线、整天喊着要砸烂现有秩序的暴徒手里，那就是极度危险的凶器。美国和自由世界害怕的从来不是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更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忌惮并坚决打击的是中共这个集权体制利用高科技作恶的能力。如果你在家里装满了摄像头监控家人，在邻居墙根底下挖墙脚偷东西，天天在日记里写着怎么取代村长称霸全村，村里人怎么可能还会把最先进的打猎工具卖给你？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国没有了中共政府，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自动融入世界的普世价值当中，尊重知识产权，遵守世界秩序，拥抱自由民主，美国和西方有任何理由在科技上封锁中国吗？完全没有。世界上有那么多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美国封锁过日本、台湾的科技吗？封锁过韩国的半导体吗？封锁过欧洲的 AI 研发吗？都没有。所以结论非常清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只是外在的表象。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真正的毒瘤，就是共产党及其专制集权统治本身，是中共统治者们对权力的病态痴迷，对普世价值的极度仇视，生生掐断了中国科技与世界接轨的命脉。他们用14亿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作为人质，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创新潜力，去满足一党一己的政治私欲。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聊了中共在存储芯片、光刻机和 AI 算力上的种种乱象。我想问问大家，您认为导致中国芯片和 AI 产业陷入当前绝境，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1. 中共体制的腐败和外行指导内行，导致资源严重浪费。2. 中共敌视普世价值，试图颠覆国际秩序，必然遭到自由世界的联合绞杀。3. 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底子太薄，短期内无法突破。4. 其他。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讨论。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真正的科技创新只能孕育在思想自由、信息流通、法治健全的土壤里。靠着举国体制的强心针，靠着一尊拍脑门的几万亿大撒币，靠着在海外偷摸走私几张显卡，或许能制造出短期的股市泡沫，或许能拼凑出几个给领导看的汇报工程，但绝对砸不出一个引领人类未来的科技帝国。中共的科技幻梦建立在沙堆之上。当长鑫科技的韭菜们面对腰斩的股票欲哭无泪时，当光刻机国家队面对无法量产的窘境一筹莫展时，当 DeepSeek 的创始人对着空荡荡的机房承认训不起模型时，这个集权体制的底牌就已经被看穿了。抛弃了普世价值，与世界文明为敌，中共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数字长城还能撑多久？在这个算力决定国运的时代，一个连真相都要屏蔽的政权，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无情淘汰。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明天再会。